1945年8月，抗戰勝利。此時的國民政府賬面上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強的政權，軍隊430萬人，接收了日軍上百萬人的裝備，美式軍械源源到港。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裡有一個寫着中華民國。對面的中共軍隊127萬，沒有海軍，沒有空軍，重武器主要靠繳獲。4年之後，1949年10月，這個政權只剩下幾個海島。4年，從全勝到全敗。這一期只討論一個問題：為什麼？先把4年的時間軸定住。1946年6月全面開戰，國軍1年內佔領延安，攻下張家口，攻勢頂點在1947年上半年。1947年夏，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攻守易手。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遼瀋、淮海、平津3大戰役，150多萬國軍主力在4個月裡消失。1949年4月渡江，南京、上海、廣州、重慶在8個月裡逐個易手。12月，成都，整場崩塌裡最陡的一段只有4個月。這個問題從1949年起就有標準答案，而且有好幾個互相打架的標準答案。台北的版本長期是蘇聯輸血加上共黨滲透，北京的版本是民心向背，歷史選擇。這一期把流傳最廣的4種解釋並排放出來，每一種都擺出它最硬的證據，然後看它單獨能不能成立。第一種解釋：腐敗。證據從接收開始。1945年秋天，國民政府官員進入淪陷區接收底產。幾個月之內，接收這個詞在民間變成了另一個詞，劫收。當時的順口溜叫五子登科，房子、車子、票子、金子、女子。上海、平津、武漢的接收大員們把底產變成私產，把留用變成勒索。淪陷區民眾等了8年的政府來了之後，先搶了一遍自己人。民心的第一道裂縫在這裡，不在戰場。然後是錢。為支撐內戰軍費，法幣的印鈔機開到極限。1937年法幣發行量14億元，1948年上半年已是數百萬億計。上海的物價指數在11年裡漲了幾百萬倍，教授的月薪買不到1袋麵粉。1948年8月金圓券改革，強制民間以金銀外幣兌換新幣。蔣經國到上海督導，70天的打胡以放過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告終。3個月後，金圓券崩潰，兌走了城市中產最後的積蓄，也兌走了這個政權在城市的最後信用。通脹落到個人頭上是什麼樣子？有當年的細節。1947年之後，上海工薪階層發薪當天要立刻把紙幣換成實物，遲一天就縮水。大學教授聯名發表聲明，標題是“我們快要餓死了”，搶購風潮裡排隊擠踏出人命。到金圓券末期，報紙價格以100萬元計，買米要背着一捆鈔票去。一個政權可以打敗仗，但讓首都和最大商埠的市民餓着肚子數百萬元一份的報紙，信用的死亡比軍事的死亡更早發生。腐敗說的證據是硬的，但它單獨不成立，因為同一個腐敗的政權在1946年全面開打時仍然占盡優勢，而且歷史上比它更腐敗的政權垮得沒有這麼快。腐敗解釋侵蝕，解釋不了速度。第二種解釋，軍事。1946年開戰時，國軍對解放軍的兵力優勢超過3:1。到1948年秋天，這個比例變成了大約1:1。遼瀋、淮海、平津3大戰役之後徹底逆轉。3年裡發生了什麼？戰略上，國軍攤子鋪得太大，要守每一座城市，每一條鐵路，400多萬軍隊撒在全國，就處處薄弱。解放軍不守城，專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吃掉孤立據點。孟良崮全殲整編74師是把國軍最精銳的部隊從戰線上單獨包出來打掉的標本。更致命的是東北，抗戰剛結束，國軍把最精銳的美械軍遠調東北，結果在遼瀋戰役裡整建制損失47萬人，淮海再丟55萬，平津52萬。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數字，整個內戰期間，起義、投誠、接受改編的國軍官兵總數超過170萬，
傅作義在北平一次就帶過去20幾萬。軍隊不是被消滅的，很大一部分是轉身的。指揮系統還有一層內傷。蔣介石習慣越級指揮，電報直接下到軍師一級，前線將領的臨機處置權名存實亡。而中央軍與桂系、晉系、滇軍之間的派系裂痕，讓見死不救在戰場上反覆出現，豫東、淮海都有友軍相忘不相救的記錄。60軍後來在長春陣前起義，滇軍多年被當雜牌消耗，是背景之一。軍士說同樣有硬傷，他解釋不了軍隊為什麼轉身。士兵倒戈，將領起義，原因在軍饷，在拉丁抓夫，在為誰而戰說不清楚。軍事的潰敗是別的東西的結果，不是起點。軍隊轉身的原因，士兵一側還有一個機制要單獨說。國軍補充兵員靠抓釘，繩子拴着押上前線，逃亡率高到部隊要靠層層看管維持。解放軍對俘虜的辦法叫即俘即補，訴苦大會，控訴地主和拉丁之苦，然後發槍入列。淮海戰役後期，解放軍隊伍裡有相當比例是幾個月前的國軍俘虜。同一個士兵換一套動員方式，槍口就換了方向。軍隊的潰散不是士兵怕死，是沒有人給過他們一個不逃的理由。第三種解釋，外援。蘇聯1945年8月進占東北，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給了國民政府，斯大林承諾不援助中共。實際發生的是，蘇軍默許中共部隊進入東北鄉村，移交了數量可觀的關東軍武器。楊奎松依據俄方與中方檔案的研究，步槍以數十萬計，火炮數千門。更重要的是，東北的工業底子和與朝鮮、蘇聯接壤的戰略縱深。林彪的部隊進東北時10萬人，3年後出關時100萬。還有雅爾塔那筆舊賬，上一期講外蒙古時講過，蘇聯出兵東北的價錢是用中國的權益支付的，旅順、大連、中東鐵路連同外蒙古。也就是說，蘇軍在東北的存在本身就是國民政府簽字換來的，他換來的軍隊轉身成了對手最大的輸血管。這一層因果，台北後來的控蘇案在聯合國講了很多年。美國這邊，馬歇爾1946年調停國共，對國民政府實施了將近1年的武器禁運。1948年的援華法案4億美元到位太遲。台北後來把失敗主因放在這裡，蘇聯給的太多，美國給的太少。外援說也有他解釋不了的東西，武器禁運期間國軍仍在打勝仗，而拿到美元之後反而開始崩盤。外援改變的是速度和成本，不是方向。還有第5種解釋，流傳度低於前4種，但證據的戲劇性最強，滲透。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負責制定作戰計劃的人是中共地下黨員，這個身份到1981年他自己公開才被證實。徐蚌會戰的國軍部署，毛澤東有時比前線兵團司令拿到的更早。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把進攻延安的計劃提前送到了延安，胡的大軍撲了個空城。劉斐、韓練成，一個參與最高軍事決策，一個在萊芜戰役裡直接把整個兵團帶進包圍圈。滲透說的問題在於度量，情報可以解釋若干場戰役的失利，解釋不了400萬軍隊的總崩潰。世界戰爭史上沒有一個政權是單純被間諜打垮的。但他加重了另一件事的分量，一個連作戰廳長都可以是對方的人的系統，他的失敗早已不是軍事問題。第4種解釋，民心，也就是北京版本的歷史選擇。先看這個說法，要解釋的現象本身，國統區在戰爭後期的狀態已經不是支持度下降，是社會解體。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教授罷教。1947年5月之後此起彼伏，徵糧徵丁在鄉村激起民變，甚至軍隊家屬的糧饷都發不出。金圓券崩潰後，城市實際上退回以物易物。一個政權同時失去城市的中產、鄉村的農民和自己的士兵，任何軍事天才都守不住這樣的後方。他最硬的證據在農村。解放區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不管這場土改後來在暴力上失控到什麼程度，他在當時完成了一件國民政府從來沒做到的事，讓幾千萬農民相信
這支軍隊贏了，自己分到的地才保得住。淮海戰役60萬解放軍身後是543萬之前民工。陳毅那句話流傳很廣，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城市這邊，1946年聞一多在昆明被暗殺，1947年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席捲各校，知識分子成批轉向。國統區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通脹吃掉一切，而延安在他們的想象裡是另一個中國。第6期講胡適時講過，那份想象有中共自己報紙上白紙黑字的承諾墊底。但民心說單獨拿出來，同樣站不住。民心無法解釋軍事時間表，農民之前是在解放軍已經開始贏之後規模化的，他也無法解釋同樣失去民心的政權在別處可以苟延幾十年。民心是放大器，不是發動機。4種解釋還共享一個時間上的事實，轉折都集中在1947年。這一年，接收的惡果全面發酵，法幣開始失控，魏德邁使華報告對國府一片惡評，土改在解放區鋪開，劉鄧躍進大別山，把任何一條單獨拉長看都是漸變，5條線在同一年交叉，才是崩塌的真正起點。4種解釋各自都有鐵的證據，各自都不成立。因為它們不是4個平行的原因，是一台機器的4個部件，而這台機器完整運轉的地方是東北。為什麼是東北？先交代一句，東北是當時中國圍城體系的重工業區，日本人留下的電力、鋼鐵、鐵路網佔全國工業能力的半數以上，誰拿到東北，誰就同時拿到兵源、糧倉和兵工廠。兩邊都清楚這一點，蔣介石把5大主力中的2個調過去，毛澤東把2萬幹部10萬部隊搶先派過去，彭真、林彪、陳雲都壓在這一個方向。決戰地點不是偶然選中的，是雙方共同選中的。看東北這一個局，4個因素怎麼咬合？接收，國民政府空運去的接收大員在瀋陽重演接收，東北民眾對中央政府的期待幾個月耗盡。外援，蘇軍把鄉村讓給中共，武器、鐵路、縱深全部到位。軍事，國軍精銳孤懸，站點守線，補給全靠一條北寧路。民心，中共在東北鄉村完成土改，兵源和糧食就地解決。1948年11月遼瀋結束，國共兵力全面逆轉，此後的一切只是時間表。丟大陸不是丟於4個原因中的哪一個，是丟於4個原因在同一時空的疊加，而疊加的樞紐是1945年到1948年的東北。還有一個遲到的旁證，能說明國民黨自己後來承認了什麼。敗退台灣之後，這個在大陸22年沒有做成土改的政權，1949年起在台灣雷厲風行地推行375減租，工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用贖買的方式把地主的地轉給佃農。主持者陳誠說過大意如此的話，大陸的失敗，這一刻必須補上。輸掉的人用行動投了票，他們認為自己輸在哪裡？最後看2個當事人自己的答案。蔣介石在1948年的日記和此後的反省錄裡給過不止一種歸因，有時是幹部腐敗、黨紀敗壞、亡於接收，有時是俄源於美國的出賣，他自己都沒能在一個答案上停下來。毛澤東的答案倒是只有一個，1949年他把它寫進了文章《人民的勝利》。但同一個毛澤東，1945年在重慶談判時準備的底線是承認國民黨的合法地位，爭取幾個省的地盤，他當時也沒有料到4年後的結局。順帶一提，這個問題在今天的兩岸各自還是敏感的。大陸的教科書把4年歸結為歷史的選擇，不細講金圓券，更不講郭汝瑰。台灣的課綱近年乾脆把這段一筆帶過。一場決定了此後70多年格局的內戰，在兩邊的課堂上都講不滿1節課。這大概是他至今能在評論區吵起來的原因。正課不講的，大家只好自己講。2個當事人，一個到死沒想明白怎麼輸的，一個贏的時候沒想到會贏得這麼快。這大概是對單因論最好的否定。如果原因真的只有一個，身在局中的2個人不會都看不清。這段歷史與頻道此前各期的接口順手標出來。
接收大員的接收是第5期講的1990年代反腐敘事的原因之一。郭汝瑰們的名字解釋了鎮反那一期裡新政權對潛伏的真實恐懼從何而來，他自己就是靠潛伏贏的。而台灣的土改是第11期之後又一個同一個黨在不同土地上學會不同東西的樣本。歷史不分期，分期的是講述。這一期不給標準答案，4種解釋，各自的證據和各自的缺口都擺在這裡，哪一種分量最重？評論區見。